如果是在往常，司马东来到公司总是给人一种畏手畏脚，生怕被别人打的感觉。然而今天却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，竟然不自知地迈着一种类似猫步似的步姿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公司。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独特魅力。他经过每一个同事的时候，同事们都会感到非常的愉悦。所以一种全新的审美标准在这一刻产生了。司马东很快就会知道，从现在起，他已经成为人们眼中的新型大帅哥。看到大家看自己的眼神，或多或少让司马东感到有些诧异和紧张。怎么今天大家都有点怪怪的呢？他心说，难道他们又想到了什么鬼点子要来欺负我吗？正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昨天下午和陈一南在河边的对话。陈一南伸出5根手指头，500，太贵了。司马东摇摇头。可是他值这个价呀！你要是用了我的面膜，明天所有的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，你的人生将会从此而改变。想到这里，司马东开始有些疑惑：难道这个面膜真的有某种特殊的功能？再想想刚才地铁上的那位美女，要是在平时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刚一屁股坐到自己的工位上，美女同事琪琪就殷勤地递过一杯水来。东东哥来了，请喝水。这时的琪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恶意。尽管如此，司马东在接过水杯的时候，还是显得比较谨慎。怎么，今天你们都怪怪的呢？司马东喝了一口水，问琪琪：“我今天觉得你也有点怪怪的，你今天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帅了呢？”琪琪殷勤的口气，不由得让人觉得有些作呕。哎呀，讨厌呐！人家哪有嘛！司马东自己也没有料想到，自己会用如此娘炮、扭捏、做作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，这比琪琪更加的令人作呕，也让自己感到特别的不适。糟了，他一定被我恶心到了。看着此时的琪琪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样子，司马东不得不这么想。啊，你刚才的样子真的是好可爱，好迷人呐！啊，司马东简直不敢相信，琪琪用近乎是狂热的表情，傻傻地看着自己。大家这都是怎么了？他赶紧跑到公用卫生间的洗手台前，打开水龙头，使劲地朝自己的脸上泼水，好让自己清醒一点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和平时也没有什么区别呀。难道真的是人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？司马东脑子里面快速地寻找着答案。哎呀，讨厌呐！人家哪儿有嘛？对着镜子，用刚才令人作呕的语气为自己表演了一次后，发现这种扭捏作态的语气和动作连自己都无法接受。突然，身后隔间的门被人轰的一声推开，司马东迅速转身，看到的是郭老板像僵尸一样用直勾勾的眼神看着自己，那眼神让他感到害怕。实在是太有味道了。郭老板说完，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紧抱住司马东，然后在司马东的脸上强吻了一口。司马东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自己的手又被郭老板用双手紧紧地握住。他甚至能够感觉到郭老板已经激动的双手有些颤抖了。下午的 logo 设计方案就靠你了。郭老板如获至宝，用手拍了拍司马东的肩膀：“你有什么需要，
让李杰来协助你。郭老板走出卫生间之前还补充了一句。惊魂未定的司马东在郭老板走后，再次朝自己的脸上泼了一桶水。再仔细看看镜中的自己，难道是这种面膜真的影响了人类的审美吗？我的命运就会从此改变？胖大妈的盒饭经济实惠，味道也特别好，所以很受当地打工人的欢迎。每到中午的时候，这里总是排着长队。这次司马东也壮着胆子和大家排在了一起，准备吃一次盒饭。要什么？闻到司马东的时候，嘴里叼着半根烟打菜的胖大妈并没有抬头看他，只是习惯地问了一声，然后看人手指的方向去打菜。多打一点嘛。胖大妈一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声音，就是一个哆嗦，然后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她抬头看向司马东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人家长得帅，多吃一点不行吗？”胖大妈看到司马东的脸，一瞬间直接惊呆了。天哪！怎么这个男人这么帅呀？他的表情已经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连手里打菜的勺子几乎都脱手了。眼看嘴里叼着的那半截烟的烟灰就快掉进饭菜里了，好在他迅速地反应了过来，赶紧往司马东的餐盘里夹菜。这还差不多。当司马东满意的接过几乎是2个人分量的餐盘的时候，还补上了这么一句。他找到了一个空位，刚一坐下，一群女青年就端着餐盘争先恐后的飞奔至他的对面，身边快速的坐下。看着这些歪瓜裂枣的女人，一边口里咀嚼着饭菜，一边瞪大了眼睛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的司马东，觉得非常的满足。由于都只顾着盯着对方看，也不说话，所以只能听到咀嚼饭菜的吧嗒吧嗒的声音，这显得有些尴尬和无趣。为了奖励这些可爱的女青年，也是为了缓和一下这里尴尬的气氛，司马东就调情似的冲着他们眨了一下眼睛。女青年们顿时乐开了花，并露出了正在咀嚼饭菜的牙齿。这次开会的时候，郭老板破例要求看司马东的设计方案。其实在正常人看来，这些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设计。郭老板也是紧锁着眉头，认真的观瞧。按照习惯，他总是扫一眼方案后就要问为什么，可这次却不一样，他非常的投入，好像从这些土掉渣的设计中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似的。突然，他啪的一声把巴掌拍到了桌子上。司马老师，看来我真的是亏待您了。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今日有幸再次观摩您的作品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如此之深的含义呀。郭老板再次把目光看向手中的设计方案，并不住的点头。没想到，您能设计出这么特别的东西来，真是好啊。哎，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。要不，明天我直接带你去见我们的客户，您再把您的设计理念给他们讲讲。听到老板这样夸赞自己，司马东自然是喜出望外。但客户是谁呢？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？难道我真的是能够满足这些客户吗？一系列的新问题又让司马东感到有些犯难。毕竟自己真实的水平是什么样子，他自己是最清楚了。